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一个天气非常好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呢，算是有点冒险的企划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就在路上，随便抓一个陌生人，然后问他喜不喜欢玩具。他如果说他喜欢玩具，那我们就问他说，那他有在收集玩具吗？他说有，然后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可以去你家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如果今天没有找到人，就不回家。好，圈好，你觉得这个企划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最好是会有人直接让我们去他家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是玩具人，可以跟你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吗？可以啊。请问你喜欢玩具吗？蛮喜欢的。平常你大概会收什么样的玩具？这是航海王的一些小玩具。那我们去你家看你的玩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很夸张哎！你怎么连这个都有？好扯啊！大家好，我张叔叔，我是 WCF 的玩家，这些都是我的收藏。什么时候开始收 WCF？ 5年前的时候开始收，因为我原本就是收 FC， 因为后来就是已经没有在出海贼系列，后来我朋友就建议我买 WCF， 然后后来我就是先买了鲁夫跟那个尼琉斯，那是我第一只，因为那时候那两只价钱算蛮便宜的，然后后来就是我开始就是买一整套买了之后就是第一套、第二套、第三套，然后后来就是预购，然后又加往回追，然后往回追的时候买起来比较辛苦了，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些价钱涨了，然后回不去，陆续有出的我已经就是买到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全部都收齐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朝预购啊，陆陆续续去买。我真的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很精致，因为一些小角色还蛮多的，可能一些出来没有多久的一些角色啊，它都有出一些公仔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顶上战争，然后我才会请那个帮我做这一套场景，因为我是想要跟他说，主要做这个场景增加就是公仔的摆设量，有些场景可能摆起来公仔的数量没有办法很多。这个大熊它是只有出上面这个，然后这个大熊就是电影版的那个大熊，刚好出的时候要符合就是准备战斗。他的姿势比较还原顶上战争的时候，他把大家轰出去的那个感觉。问一下你，这是大概是怎么分类你的这些 WCF？ 像这个就是顶上战争嘛。对，想说，这个比较小，就全部都把它塞海贼船。下面这篇就是上面就是白胡子的队长，白胡子的历史篇跟艾斯的历史篇。你竟然把他给我做主，太过分了！王八蛋啊！太过分了吧！然后前面哥刚好有一小个，然后就想说把会议啊，和之国这边就把它弄成他们感觉好像在打牌，就是这边感觉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互动、很欢乐的地方，对。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比较早期的 WCF， 再来就是万圣节。万圣节好赞。对，万圣节后面那个是你自己贴的。对，那时候我就是有这个想法，我跟我老婆讲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书局找那个网认版啊，刚好有万圣节的壁贴，我们两个就利用几个小时之后把地毯也做出来，然后跟背景也做出来，然后上面就是电影版系列，就是一边就是黄金之星，然后一边就是故事一样，就是一样延展性，然后海底监狱啊，然后一直陆陆续续过来，对，下玻璃主岛有没有？然后还有他们训练篇啊。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婆讨论说，有一个拍卖嘛，有人在卖东京铁塔限定的波浪机，我就大概跟他讲一下，这个价钱我觉得可以。就后来有一天就是我要开车去上班的时候，然后打开副驾驶，然后就发现东京铁塔的波浪机，好感动哦！因为老婆没有在玩玩具，还蛮支持的。因为像我们去日本呢，都会排1-2天去看玩具，因为其实老婆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，但是她还是愿意去陪我去找 WCF。最稀有的一套是哪一套？强者天下这一套，因为这一套算是航海王比较初期的 WCF， 这一套价钱其实算蛮高的。还有那个黄金之星的那个黄金限定的，因为这一套当初我忘记它是设定在抽奖还是怎样。黄金之星对黄金版的强者天下，它动物其实出的还蛮多的。
有没有目前是你很想要收集的，但你还没有收集到的航海王？没有，因为他最新的都买完了。对，有些比较喜欢的可能会想要再收第2套全新的来放，可能会这样啊，但是要看之后有没有那个闲钱。当初想说要布置这里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说，我要把哪些东西摆进来了吗？当初一开始我就设计这一面墙，这一面墙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去东京铁塔，它的那个香吉士餐厅外面就有这面墙，他们可能就把他们学长图贴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要用一件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然后我就那时候贴壁纸啊，然后贴学长图，就真的还蛮有一回事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进来我就有点好奇，就是这个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架子，因为原本我这边是放那种就是卖场在卖的架子，卖场在卖的架子，你摆设上来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好看。然后后来我看那个 FB 啊 WCF 的人家，然后有分享，然后就发现他弄成这样还蛮好看，然后我就私讯问他，他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是量切，然后量看长宽高多少。后来我自己就是买了2片木材，然后请他帮我裁，然后自己去算说，一层要放大概几组这样。其实这样花起来我才花大概2000多块，这一整面，对，可能没有像装潢弄得那么漂亮，不会啊，至少我觉得超漂亮的。就是我太太可能买桌子，然后要自己组装，我那边装螺丝直接螺丝外掉，旁边喷烂死了，烂死了。一般 WCF 的大小就是这样一个一个，像这些比较大盒的，有一些是一番赏，这种尺寸的是比较特别版的嘛？是它 WCF Mega， 就是可能像白胡子它 size 比较大，它就会做很 Mega， 然后再来就是要做凯多，凯多应该快出了。当初你想要用一个专门放玩具，家人有说什么吗？一开始家人一定是反对，家人一开始会觉得，真的买这些东西真的很浪费钱，因为可能早期以前小时候丢掉玩具很多，但是可能长大之后，我们买的东西就变成一个收藏品。所以一开始家人会反对，但是后来发现我们有用心去摆设啊，然后去整理，他们可能就觉得不错，那弄成这样，他们可能自己也觉得很喜欢，所以他们后来就是有支持这样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老婆说？一开始真的他是觉得很反对，因为买这种东西，他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贵，然后又浪费钱，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我们有出国去找这些东西，其实真的很感谢他，因为有时候像之前我那时候还没收齐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跟他说我想要海底龙宫啊什么的，他就会问我说海底龙宫长怎样，然后就是默默的到我一些拍卖网站是社团去找，然后找到之后就是买给我。很多东西就是可能他还怕会买错或者被骗啊，在收藏的路上真的比较辛苦，因为往回追的路上然后老婆就一直都很支持我，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在组装的时候，她也会陪我，蛮感动的，真的。那刚刚我们已经去完那个 WCF 收藏家的家里啊，我觉得世界上呢就是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啊，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进行。讲真的超清楚的，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张叔叔所收藏的 WCF， 我个人是认为可以算是蛮壮观的啊，因为毕竟对这个领域比较没有这么涉略。我看到他把玩具摆成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完完全全就可以感受到热爱玩具的玩具了，真的，而且很用心，所有的摆设布置整个房间都为了那些他喜爱的玩具，然后弄出来 ，respect 啦 ，respect。那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些 WCF 的收藏的时候呢，可以更了解 WCF 啊。其实我今天也是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哇，原来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。最终我们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。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啊，这就是跟拍到你家的概念啊。
跟拍到签好价，这次是真的跟拍到陌生人家。我刚本来想要说，如果有人来找我，我是绝对不可能说会的。结果你们自己就跑来我家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就跑去你家，怎么办？签好，来啊！我刚刚看到前面好像，不然你先去。我从这个镜头看，真的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呢。因为很亮。不是，我说这边很空旷，没有人，怎么办？签好。很累。我们是要太早了，对不对？随便8点多没事在外面